下午好。下午好，杰基，谢谢你，感谢你在政府和全国其他地方都因下雪而休息的日子里前来。当全国大部分地区感受到冬季风暴的影响时，川普总统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并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应急响应人员保持持续联系。川普总统还在24小时内迅速批准了12项联邦紧急灾害声明，涉及阿肯色州、佐治亚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使这些州能够获得关键的联邦资源，以在需要时补充其应对工作。这些声明将有助于各州主导的恢复供电、清理紧急服务道路以及保障社区安全的努力。白宫将在未来几天继续直接与州长和地方官员沟通，特别是在那些受风暴严重影响的州。我还想谈谈周末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混乱场面。白宫里没有人，包括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美国街头有人受伤或死亡。这包括雷尼·古德、亚历克斯·普雷迪，英勇的联邦执法人员，以及许多被非法移民罪犯伤害的美国人。周六的枪击事件仍在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积极调查中，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正在进行自己的内部审查。正如川普总统昨天所说，政府正在审查与枪击事件有关的一切，我们将让调查进行下去。但让我们明确导致周六那一刻发生的情况。这场悲剧是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领导人蓄意和敌意抵抗的结果。几周以来，州长沃尔兹和市长雅各布·弗雷以及其他民主党民选官员一直在散布关于联邦执法人员的谎言。这些人员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清除我们街头最恶劣的非法移民罪犯，包括杀人犯、强奸犯、恋童癖者、人口贩子和帮派成员。州长沃尔兹和市长弗雷可耻地阻止地方和州警察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合作，积极阻碍逮捕暴力罪犯的努力。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平台鼓励左翼煽动者跟踪、录像、对抗和阻碍那些只是试图合法履行职责的联邦官员，这造成了危险局面，威胁到这些官员、公众和明尼苏达州居民。这正是周六早上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事情。阻碍联邦执法和煽动针对官员的暴力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这在美国曾是一个普遍接受的立场。在这种歇斯底里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这种民主党的反对是为了什么。前总统乔·拜登和民主党开放了美国边境4年，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万非法移民涌入我国，其中包括恐怖袭击美国社区，并给守法美国人及其家庭造成毁灭性永久痛苦和伤害的暴力罪犯。然而，我们从未看到民主党或其在自由派媒体中的盟友对这些针对美国公民的可怕罪行表示愤怒。美国天使家庭的痛苦被忽视和驳回，因为它破坏了民主党的叙事。像乔斯林·农格雷、莱肯·莱利和雷切尔·莫林这样的无辜美国人，只是被非法移民罪犯残忍杀害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在乔·拜登政府时期进入我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他有长期犯罪记录，在新泽西州向一辆载有儿童的校车投掷了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头，导致一名8岁的无辜儿童颅骨骨折。川普总统承诺通过确保边境安全，驱逐所有犯下罪行的非法移民，特别是最重要的是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来对这些美国家庭负责。近8000万美国人投票支持他兑现这一承诺，而他正在这样做。作为合法当选的总统，总统正在通过在从洛杉矶到纽约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逮捕并清除这些威胁，来履行人民的意愿。然而，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领导人凭借庇护城市政策，积极对抗联邦移民法和人民的意愿。
由于这种公然的对抗，2名明尼苏达州居民现在悲惨地在蒂姆沃尔兹的州的街头丧生。川普总统期望并要求这种抵抗和混乱今天就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直接与州长沃尔兹通话，并概述了在明尼苏达州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清晰简单途径。第一，州长沃尔兹、市长弗雷和所有民主党领导人应将目前关押在其监狱和看守所的所有犯罪非法移民，以及任何有有效逮捕令或已知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交给联邦当局，以便立即驱逐出境。第二，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必须同意移交所有被地方警察逮捕的非法移民。第三，地方警察必须协助联邦执法部门逮捕和拘留因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而被通缉的非法移民。如果州长沃尔兹和市长弗雷实施这些常识性的合作措施，我还要补充说，这些措施在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州都已实施。那么我们的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就不需要到明尼苏达州实地支持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地方执法部门可以和平合作，就像他们在许多其他州和司法管辖区有效运作一样。此外，川普总统呼吁美国国会立即通过立法，一劳永逸地结束庇护城市。美国城市应该只为守法的公民提供安全的庇护，而不是为那些违反我国法律、不属于这里的危险非法移民罪犯提供庇护。我们希望沃尔兹州长能做正确的事，并继续与川普总统合作，在他们今天上午通话后，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希望川普总统正在实现的强大的边境和对最恶劣非法移民的严格移民执法。我国境内仍有数十万这样的非法移民需要被驱逐出境，执行这项重要的公共安全任务。最和平的方式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共同努力，以及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执法部门合作。我们希望警察能正常执法。从过去几天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中，你可能不知道，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政策立场。但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所呼吁的正是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超过80%的美国人支持驱逐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非法移民。一个无法驱逐非法入境罪犯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卡马拉·哈里斯、蒂姆·沃尔兹和民主党的开放边境议程已在2024年11月5日的投票中被提出，并被彻底否决。川普总统永远不会放弃他驱逐暴力犯罪非法移民，并让美国再次安全的承诺。他欢迎在这项努力中的所有合作。接下来，我将回答大家的问题。乔丹·康拉德森，今天就由你来开始提问吧。谢谢你的到来。谢谢你，卡罗琳。我是门户网站的乔丹·康拉德森。我有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枪击事件，我们看到左翼主流媒体表达了极大的愤怒。但我只是想知道，当空军退伍军人阿什利·巴比特在没有对美国国会大厦的国会警察迈克尔·伯德构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被枪杀时，这种愤怒又在哪里呢？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在开场白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自由派有偏见的媒体无疑存在选择性的愤怒。他们挑选受害者，并突出他们的故事。正如我所说的，川普总统不希望任何美国人在美国的街头和全国各地的美国社区中丧生。他认为周六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悲剧，但是对川普总统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莱肯·莱利和乔斯林·温格的生命对他来说仍然很重要，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他的最高优先事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对全国各地那些无辜美国妇女和女孩的悲惨死亡事件进行同样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就像我们现在对周六发生的这场悲剧所做的那样。盖布，好的，请继续。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就在明尼阿波利斯枪击事件发生前几天，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似乎鼓励骚乱者出去射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他说：如果你合理地认为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且你身处家中、车内或你的财产上，你可以使用致命武力自卫。他还说，你无法分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或执法人员是否是冒充者，这变成了一个你是否合理地相信他们是执法人员的问题。您对此有何回应？白宫是否认为他应该为这些言论负责？
正如我指出的，对这种危险的言论，正是导致我们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全国各地的民选民主党官员都在鼓励左翼煽动者和那些疯狂的人出去，非法阻碍合法的移民执法。再说一次，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边境巡逻队以及联邦执法部门的这些勇敢的男男女女，他们只是在努力履行职责，执行我们国家的移民法律，并追捕这个国家最穷凶极恶的罪犯。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鼓励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去看看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特工的视频。他被左翼煽动者围住，那些人按着喇叭对他大喊大叫，说一些辱骂的话。他摇下车窗说：“你们在做什么？我在这里是想抓捕一个恋童癖者，一个对无辜儿童犯下罪行的人，而你们却试图阻碍我执行我的工作。”这种针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言论，将他们比作纳粹盖世太保，比作唐纳德·川普的警察部队，是卑鄙的，是可耻的。这正是导致明尼阿波利斯和全国其他地方紧张局势升级的原因。盖布，请继续。司法部是否应该查一查，看看他们是否在为暴力行为辩护？我建议您就此咨询司法部。谢谢，卡罗琳。关于明尼苏达州的事情，星期六，国土安全部发帖称，普雷蒂似乎想要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并屠杀执法人员。斯蒂芬·米勒在星期六发帖称，普雷蒂为一名未遂刺客。为什么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调查尚未进行之前就妄下结论呢？这显然是整个周末以来一个非常多变且快速发展的情况。至于我所代表的川普总统，他说他希望让调查继续进行，并让事实来主导此案。关于汤姆·霍曼先生被派往明尼阿波利斯一事，这是否应该被视为总统对当地官员处理该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的迹象？不是的，霍曼先生的工作非常出色。在过去1年里，他一直与诺姆部长和川普总统合作。诺姆部长仍然得到美国总统的最高度信任，他也继续负责监督整个国土安全部以及全国各地的所有移民执法工作。当然，诺姆部长也负责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我们正经历一场严酷的冬季风暴，数十万美国人受到了影响，所以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先生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放下一切，前往明尼苏达州，继续与州和地方官员进行这些富有成效的对话。我知道他将在几个小时内应总统的要求搭乘飞机前往那里。詹妮弗，关于周六的枪击事件，总统是否已听取简报？您是否已听取关于枪击具体细节的简报？例如，开了多少枪，有多少支枪开火？我的意思是抗议者的枪开火了，还是只有警官的枪开火了？您有这些细节吗？再次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会让事实说话，让调查水落石出。我确实知道，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对那些涉事人员以及参与了周六这起不幸悲剧的执法人员进行问询。他们是否向总统汇报了所有这些细节？总统显然对这项调查非常了解。我认为他已经通过你们看到的各种声明，以及总统向沃尔兹州长提出的4点要求，明确表明了这一点。这些要求也是为了鼓励沃尔兹州长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本届政府合作。玛丽，谢谢卡罗琳。诺姆部长说，普雷蒂实施了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斯蒂芬·米勒称普雷蒂为国内恐怖分子。总统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正如我所说，我没有听到总统那样描述普雷蒂先生。我听到总统说的是，他希望让事实和调查本身来主导。他是否对他的高级官员那样称呼普雷蒂，并急于做出判断感到震惊？谢谢卡罗琳关于斯蒂芬·米勒的评论。斯蒂芬·米勒会向普雷蒂的家人道歉吗？因为他称普雷蒂是一个试图谋杀联邦特工的刺客。尽管正如你所说的，这起事件仍在调查中。你看，我再说一遍，这起事件仍在调查中。白宫的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人在美国的街头受伤、被杀或丧生。我们为那些父母感到悲痛。作为一名母亲，我当然无法想象失去生命，尤其是失去自己的孩子。总统的这种同情心也适用于天使家庭的父母，以及我们全国各地非法移民犯罪受害者的父母。
这正是总统继续全心全意致力于将我国最恶劣的罪犯驱逐出境的原因。凯利。卡罗琳，总统是否认为这起杀戮是一个错误？他有没有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再次强调总统已经说过，我们必须审查这项调查，需要继续。他让事实和调查本身来主导。他是否希望将随身摄像头的录像向公众公布？总统没有就此做出承诺，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宣布。凯利。卡罗琳，本届政府对这些指控有多重视？吉明尼苏达州的当地和州政府官员正在积极通过加密或非加密通讯与示威者协调，并且提供政府资源来阻碍移民执法行动。请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政府对这些指控有多重视？就是说，明尼苏达州的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他们与示威者沟通，基本上是为了阻碍移民官员执法。好的，凯利，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左翼团体在积极组织活动。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我再次强调，在这个国家，非法阻碍移民执法是违法的。这些煽动者让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几乎无法开展工作，也让联邦执法部门无法执行美国人民的意愿，将那些最恶劣的人驱逐出境。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象一下，你们每天都来白宫报道美国总统和本届政府的工作。你们走进这个简报室，穿过白宫的大门，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些左翼煽动者或者任何类型的煽动者，他们冲到你们面前，对你们进行人肉搜索，骚扰你们，人身威胁你们，甚至咬断你们的手指，就像我们上个周末在明尼阿波利斯看到的2名边境巡逻人员的遭遇一样。那样的话，你们每天来白宫上班和工作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些警员正在面临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总统正在呼吁沃尔兹州长和弗雷市长提出这3点非常简单且常识性的合作要求，以便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地方执法部门能够合作。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要求警察能够履行警察的职责。如果你问任何警察或探员，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州和地方层面与联邦同行合作，反之亦然。乔什，谢谢你。卡罗琳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展望未来，霍曼先生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不是总统派来化解目前当地局势的？他是不是白宫指定的负责人，负责平息目前明尼苏达州的紧张局势？霍曼先生是负责与州和地方当局合作并与他们保持联系的负责人，目的是再次实现这种合作水平，以平息明尼阿波利斯街头的混乱。我想指出的是，霍曼先生在执法领域工作经验丰富，几十年来一直备受赞扬。事实上，这是9年前，也就是2016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头条新闻，标题是“认识这位因遣返非法移民而受到白宫表彰的人”。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是前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向霍曼先生颁发了1枚奖章，所以他显然是非常合格的。他得到了总统的充分信任，他将继续举行这些会议，希望我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地方执法部门能够合作，共同成功执行移民执法，就像我们在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州看到的那样。杰克。第2个问题，卡罗琳，你能谈谈总统明天对爱荷华州的访问吗？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以及这次访问会取得什么成果？好的，是的，明天，川普总统将前往爱荷华州德梅因，他将参观一家当地企业，然后就物价可负担性以及经济发表讲话。我知道他非常期待能去那里，与爱荷华州的优秀民众以及立法者见面。杰克。卡罗琳有几个简短的问题。首先，总统是否仍然完全信任克里斯蒂·诺姆领导国土安全部的能力？其次，关于我们昨天看到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总统曾说过，移民执法人员会在某个时候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星期六，亚历克斯·普雷蒂被枪击，是否加速了这次撤离？关于你的第1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他仍然信任诺姆部长。关于第2个问题，我想请你回顾我之前说过的话，如果沃尔兹州长和弗雷市长实施这些常识性的合作措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就不再需要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明尼苏达州的工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将和平合作，就像他们在全国许多其他州和司法管辖区有效开展的那样，将暴力罪犯从全国各地的美国社区清除出去。沃尔兹有没有要求总统撤走移民执法人员？
他要求总统缩减规模，而总统重申了他昨天在他的声明中提出的内容，以及我正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这种合作水平，有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数据。美国10个最安全的城市中有7个与 ICE 合作，我们看到那些选择与 ICE 合作的城市，其安全状况出现了历史性的好转。这些城市不仅仅由共和党人领导，而且看看华盛顿特区这里，我们与鲍泽市长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们已经能够将数千名非法移民从你们居住的哥伦比亚特区清除出去，所以你们可以为此感谢川普总统。结果是，华盛顿特区的谋杀率大幅下降，没有发生骚乱，没有发生抗议，也没有人因为联邦和地方当局之间的这种合作而悲剧性的遇难。再说一次，这正是总统在明尼苏达州所要求的，这完全是常识。贾里德，请提问。谢谢卡罗琳。在这个过程中，你继续将明尼阿波利斯的局势描述为混乱。诺姆部长是否犯了任何错误，导致总统派霍曼先生去那里？抱歉，我没听懂你的问题。我是问诺姆部长是否犯了什么错误，导致总统派霍曼去明尼阿波利斯？你看，就像我之前已经提到过的，霍曼先生在过去1年里一直与诺姆部长以及为总统工作。他今天会搭乘航班前往明尼苏达，继续与州和地方当局进行这种沟通，这也是他将要做的事情。弗兰。卡罗琳，白宫的立场是，美国民众是否有权出现在这些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行动现场，并且拍摄记录或者抗议执法行动？当然，所有美国人都拥有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但是美国人没有权利去阻碍和妨碍合法的移民执法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犯罪行为，也是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看到的情况。这再次导致了联邦执法人员被迫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局面。回到今天早上与沃尔兹州长的通话，总统形容这次通话是相互尊重的。他说，我们似乎在同一个频道上，但是你刚才对州长和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弗雷提出了强烈批评。你能解释一下总统在他的真相社媒帖子中说的话和你刚才在讲台上提出的一些批评之间的语气差异吗？弗兰，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些批评是在向在座的各位描绘一幅画面，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刻。沃尔兹州长和川普总统正在进行一次对话，一次建设性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以结束在沃尔兹州长所在的州发生的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情况。埃琳娜，谢谢。我有一个问题，霍曼现在要去明尼苏达了，格雷戈里·博维诺也会留在明尼苏达，负责监督这些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吗？博维诺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人士。他将继续在全国各地领导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霍曼先生将是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主要联络人。接着问一个问题，鉴于我们从几位川普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说法，比如史蒂文·米勒称普雷蒂为国内恐怖分子，博维诺说普雷蒂意图屠杀执法人员，为什么不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佩戴随身摄像头，以澄清我们从证人和视频录像中听到的与政府的说法不同的一些争议呢？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我知道白宫里的政策制定者正在与国会山上的议员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将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他们和总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刚才提到了总统与沃尔兹州长讨论的合作程度，政府是否会承诺与地方官员合作，调查亚历克斯·普雷蒂的案件？总统已经和沃尔兹州长谈过这件事，他说他会就此进行讨论，他没有做出承诺，所以我也不会在这里做出承诺。我只想提醒各位媒体朋友，因为我看到大家对这个事实缺乏报道，那就是关于星期六发生的事情，目前正在进行多项调查，国土安全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已经联手展开调查。此外，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也在明尼苏达州对当地发生的事情进行内部调查和内部审查。总统支持这些调查，而且我反复说过，他希望看到这些调查能够向前推进。菲尔，谢谢你，卡罗琳。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星期日的一次采访中说：“你不能携带装有多发弹匣的枪支参加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总统是否认为，即使在抗议时，第2修正案的权利仍然有效？总统绝对支持守法的美国公民的第2修正案权利。
没有比唐纳德 ·J· 川普总统更支持或捍卫持枪权的了。所以，虽然美国人拥有宪法赋予的持枪权，但美国人没有宪法权利去阻碍合法的移民执法行动。任何枪支拥有者都知道，当你携带武器，当你持枪并与执法人员对峙时，你就是在增加风险，增加可能被使用武力的风险。不幸的是，这正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情。霍曼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的任务会继续专注于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还是会针对所有非法移民？霍曼先生将继续执行我们国家的移民法律，特别是遣返明尼苏达州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最恶劣罪犯。我想提醒大家，这项重要的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就在过去几天里，我很乐意向在场的任何人提供这份资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明尼苏达州逮捕了多名暴力罪犯，也就是非法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因袭击、酒后驾驶、欺诈而被定罪。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是一名重罪犯，曾多次因盗窃、欺诈、伪造支票、车辆盗窃、毒品持有、家庭暴力、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等罪名被定罪，还曾因盗窃、身份盗窃被判刑，并且再次被控酒后驾驶。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人。沃尔兹州长和弗雷市长却允许他们在街头游荡。总统所要求的只是合作逮捕这些人，并将他们从美利坚合众国驱逐出境。我再回答几个问题，请提问。这个周末，总统发帖称这对明尼苏达州欺诈行为的掩盖。他还发帖称明尼苏达州是一个掩盖。这些都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那么，鉴于这些是在枪击事件之后发生的，这里的这指的是什么？他所指控的掩盖又是什么？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我已经和总统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总统指的是沃尔兹州长以及市长，他们一直在鼓励这些左翼煽动者出来骚扰、人肉搜索、威胁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并就联邦执法部门散布谎言，而联邦执法部门只是在努力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一切都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州内发生的大规模欺诈行为的注意力。数十亿的美元从明尼苏达州的守法纳税人那里被盗走。本届政府将继续高度关注并彻查此事，特别是总统在周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国会女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她现在的净资产已达数百万美元。人们必须扪心自问，这怎么可能？她是否与我们看到在她州和她自己选区内发生的欺诈团伙有关联？这是美国人民正在提出的一个问题。总统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回答。菲利，谢谢你，卡罗琳。我想回到斯蒂芬·米勒和诺姆部长的某些评论。你已经明确表示，在回答一些关于具体细节的问题时，总统希望看到调查结果。他是否担心其他官员所做的一些明确声明会影响公众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调查可信度的看法？总统再次强调，他认为这些调查是可信的，他们正在持续进行，并且非常活跃。他希望让调查自然发展。亚历克斯·卡罗琳，谢谢你。本届政府是否愿意将国土安全部的资金与其他拨款法案分开，以避免更大范围的政府停摆？在这一点上，白宫支持为推动两党拨款方案所做的两党合作。我们希望看到它获得通过。明尼苏达州的移民政策讨论正在进行。你看，总统正在主导这些讨论，这可以从他今天早上与沃尔兹州长的通信中得到证明。但这不应该以牺牲美国人民的政府资金为代价，其中也包括你知道的亚历克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资金。我们正处于这个周末发生的风暴之中，许多美国人仍然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笔资金中断。我们希望参议院能够推进通过这项在两党基础上谈判达成的两党拨款方案。本周末，也就是周日，将举行新一轮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谈。想知道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总统将如何参与其中？如果他会参与的话，他会在这些会议之前与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吗？目前我没有掌握任何已安排的通话。然而，总统仍然深入参与其中。当然，他的顾问，特别是贾里德·库什纳和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向他汇报这些会谈的情况。他们上周末举行了一次多边会议，
虽然没有得到太多报道，但那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总统的团队确实将这场战争的双方带到了一起，以推动和平进程。所以总统没有放弃和平进程。显然，我们当时在瑞士达沃斯的时候，他刚刚会见了泽连斯基总统，但我没有掌握本周有任何通话安排。关于另一个外交政策点，我想指出的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中，最后一名人质的遗体已经归还，这对美国总统、以色列，坦率地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外交成就。总统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所以这对总统、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中东的和平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我了解到，有20多个新的国家也已签署加入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以重建加沙。这是这位总统的又一项历史性成就。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明天爱荷华州见。